好呀，我是薛礼安，这是我杜拜旅程最后一集啦。今天的开场有点特别，我要在日出时分做一场高空瑜伽，所以现在就跟我一起去吧。一大早我就搭电梯直上50层，我觉得我已经好几十年没有在5点多起床了。本来有点担心天气太热，但其实水温刚刚好，凉风从高空拂过，让人一瞬间心神放松。瑜伽动作也不难，节奏很温柔，我感受身体像被水柔化，像云朵般漂浮，视野则向无边天际延伸。一望过去就是亚特兰蒂斯，晨光洒在水面上，梦幻的像幻觉。在这里，早起的疲惫被彻底洗掉，水的浮力让身体变得轻盈，呼吸变慢，思绪也静下来。啊，原来放松是这种感觉。然后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在泳池里做瑜伽有没有泳装照？没有哈，这里不是那种频道。虽然课上完之后不能留下来游泳，不过教练还是会通融让你拍几张照。他们自己也有摄影师，一张照片要75 AED， 会稍微帮你调个色。那我觉得不太值得，因为只给电子档，没有实体照。瑜伽课还会附一瓶水，连水瓶一起送你。他们的更衣室真的很棒，有淋浴间、吹风机，还有神级的泳衣快干机器。这堂课是包含早餐的，可以点一份主菜加饮料。我点的是味增班尼迪克蛋，味道还行，就是分量偏小。整体来说超划算，早上6点半的水上瑜伽加早餐才280 AED。要知道，如果单订他们 Sky Pool 第一排 Palm View 泳池床都要400 AED 起跳，真的是物超所值。在这里，我的 HP 真的回满了。就算没有泳装照，也希望你们感受到我那份刚好就好的平静。水上瑜伽结束，又开始我的换hotel之旅。最后一晚住的是 Kempinski The Boulevard， 就在大名鼎鼎的 Dubai Mall 旁边。理论上走几步就能到，但不说了，说多了都是坑。OK， room tour， 睡袍、拖鞋。其实它有2双拖鞋，基本的这些东西。毛毯，那是柜毯。然后化妆镜、桌椅、浴室、浴缸、2个洗手台，这些就都是基本的。然后我觉得跟 Regis 差不多吧。2个大镜子。shower 厕所我都没有看到这种免治马桶，他们都是用这个来洗。可是光是洗，他们难道不会想要有热的马桶坐垫吗？Capsule machine 烧水壶，就基本的 capsule 都有。mini bar 这些跟 Regis 差不多。这是一个很酷的东西，给的水果，桌椅，又来一个椅，画床看起来也不错，这应该也是要进来帮我铺的，然后跟拖鞋。好，总体来说满意。接下来我来到 Green Planet， 这是一座建在市中心的热带雨林馆。里面模拟了真实的生态系统。蜗牛牛一进门口，首先迎接我的不是猴子，也不是鸟，而是一整排巨大的昆虫模型，有的还会动。哇，这有点恶心，看它都会动的。为什么门口摆了一堆巨虫啊？它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些？这是什么 ？Hello。然后搭电梯一路到顶楼4楼，从上面慢慢走下来，会经过不同高度的生态区。这是渡渡鸟的远房亲戚，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鸽子。
后这出乎意料的很干净，就这些鸟到处飞，居然还这么干净。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鹦鹉。你要干嘛？我觉得它羽毛色好漂亮。这是什么蓝？克莱因蓝吗？就是不能碰它们，但是可以离很近。这么多人还睡得着，厉害！爱喝花蜜的鹦鹉非常吵。狐猴每天早上会做成莲花座，举手晒太阳取暖，看起来像在做瑜伽。但这只明显走的是懒人放空路线。你看它躺成那个样子，很好笑哎。这应该是模拟热带雨林下雨和打雷的时候。Gimana Bu? Gini ya Han? Ya. Jemput ya Han ah. She's so soft。那是我刚刚第一次摸到蛇的，哇，它好软，好好摸哦。Hey, thank you. Hello. Hello. 在躲雨吗？据说非常亲人，但这只好像懒得理我。虽然剧毒，但人工饲养的箭毒蛙其实是无毒的，因为它们的毒来自野外食物。小青蛙、蛇跟青蛙同居，现在连动物都买不起房，要找 flatmate。五颜六色的青蛙，雨停之后，所有鸟都飞出来活动，整个空间一下子变得超有生气。抬头、低头、转身都能遇到新角色，随便一抬头就能在角落看到他们歪头看你。他们真的就完全没有在管人，就是自己在做自己的事。这边的动物都超淡定，完全不怕人，一副你才是观赏品的态度。这只树懒在和胡服抢食，一口一咬一嚼，我大概看了3分钟，它还在同一口。树懒一天平均只动30分钟，它完全是我的灵魂动物代表，能不动就不动。Oh my god, there's a giant toad in here! Me too, it's so cute! 小妹妹，你的品味真的很独特。除了淡定之外，这边的动物全部都长得一副老子我懒得理你的表情。他们的态度就像周五赶着下班的社畜们，别来烦我。好啦，你们看完之后觉得自己比较像哪一只动物呢？是一天只动30分钟的树懒，还是那个懒得理人的狐猴？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答案。我呢，现在只想当那只刚好要去吃饭的动物。下一站，午餐时间。Eleven Woodfire 是一家米其林1星的餐厅，主打顶级食材配以火烤手法。我点了他们的午餐套餐，125 AED， 可以选2个前菜加1个主餐，在杜拜这价格算很佛心了。饮料点了这杯叫 Faisal 的香蕉巧克力奶昔，味道很好喝，但巧克力粉整个掉满桌。第一个前菜是叶绿素沙拉，里面有毛豆、海藻、绿色蔬菜，服务生还会帮你拌超久。这沙拉非常清爽，但又有一点淡淡的烟熏香气，很好吃。第二个前菜是酱烧烟熏鸡翅，外皮焦香，里面多汁，真的很好吃，就是味道就是刚刚好的，不会说太咸啊，或者是太腻啊，我觉得就是刚刚好的调味，让你一边吃一边点头的刚好。主菜是蒜香烤鲈鱼，鱼皮烤得酥脆，鱼肉则细致到几乎用舌头就能压散。好好吃哦！
天哪！烤过的香味带着一点叹气，却不抢味，反而让鱼更鲜美。这个真的可以封神。甜点我选了烤布雷，本来超期待，因为我超爱焦糖烤布雷。结果这是骆驼奶版本，味道真的有点骚，我驾驭不了。整体来说，这餐真的大推，火烤技法掌握的太好了，就是最后那个甜点我跟骆驼还是保持一点距离好了。接着我去了 Dubai Mall， 这里有水族馆、精品，还有满满的人。这里真的大到夸张，不是那种哇好壮观的夸张，而是那种我怀疑我这条腿是不是已经废了的夸张。大概大到我的健康 App 以为我今天在挑战马拉松，而实际上它的占地也相当于200个足球场的大小。然后这里我要特别吐槽一下，我住的 hotel 理论上有一条直通 Dubai Mall 的走道，注意是理论上。hotel 官网只写说有直达通道通往 Dubai Mall， 但完全没说到底要怎么走到那条通道。所以我晚上要回去的时候绕了半天，怎么走都走不到。最后我靠着求生本能找到出口，从这家店旁边走，沿着 Metro 的标志走到一半右转就能走回 hotel， 闯关成功！这可是我用双脚换来的宝贵攻略，希望能救到未来在这里迷路的你。逛着逛着，我来到了 Arte Museum， 没错，又是一个光影展。怎样？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Arte Museum 的灯光嘛，说真的就中规中矩，但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有香味。比如说你走进一个花园场景，空气里就有玫瑰香；到了莫内的睡莲池，立刻闻到一种淡淡的睡莲味。这边还有一个像 TeamLab 一样的涂鸦投影，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那一集，我这边就不多做介绍了。唉，好丑哦。然后上面这是 T bar， 你可以跟票一起买，他会送你一杯饮料。他会把影像投影在饮料和桌面上，你甚至可以和他互动。老实说，大部分区域就是投影墙加音乐，没什么太特别。但它和奥赛美术馆合作的那个展是完全不同级别，大荧幕播放名画、音乐、颜色、节奏全都同步。
真的这个展整整硬控30分钟，我觉得真的是太赞了。我建议所有美术馆都搞这一套回去，因为在用大荧幕欣赏画作真的是不一样，就是比在美术馆那种人挤人的地方，然后看那么小一幅画，这个真的超级赞。我觉得为了这个展就值回票价。然后故事来了，因为太感动，我站起来拍画面，拍完就走，结果手机留在椅子上没拿，回hotel走一半才发现我整个人直接灵魂出窍，然后我又原路折返，腿快断了，但好在手机还在，感谢杜拜人拾金不昧，感谢 Art Museum 让我体验重逢的感动，终于可以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了。这家餐厅就在水族馆的正对面，一边吃饭一边看鱼游过，有一种特别的疗愈感。才怪，其实都在看人的背影。我点的是他们招牌的炸牛尾饭套餐，牛尾外层炸的酥香，里面却还保持软嫩，一口咬下去是浓浓的胶质感，非常符合亚洲味。米饭是用牛骨油蒸煮的，淡淡的香气配上一旁附的牛尾汤，真是好吃极了。他们服务真的很好，吃饭时还会来关心聊天，还送了我一份面包，我的番茄酱意外的好吃。这顿饭对我来说就是整趟杜拜旅程的据点，这也是我杜拜系列的最后一集。谢谢你们这几集一路陪我走过每个景点，每一个腿快断的时刻。这是我新开的频道，每个留言每个赞都像旅程里的微光，提醒我这段路并不孤单。希望你们能继续陪我一起在这个频道发现那些刚好就好的瞬间。接下来我会推出 Emirates 商务舱开箱，以及我在杜拜买了什么的分享，还有我的西班牙旅行，剪不完啊！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点赞订阅，不想错过下一集的话，还一起开启小铃铛。我是雪莉安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